看影片之前先送各位福利，点击链接可以了解更多详情。Hello， 大家好，我是少爷兵，又来到我们马股经济学的时间啦。今天要介绍的马股是国家能源，你应该要知道的10件事。第一点，国家能源 Tenaga Nasional Berhad， 简称 Tenaga， 是一家在马来西亚经营电力的上市公司，从事电力的生产、传输、分配和销售，以及提供其他相关服务。Tenaga 的核心业务可以分为4个部门，那就是发电部门、电网部门、配电网络部门和零售部门。发电部门负责运营和维护其发电资产组合，包括马来西亚半岛的热力发电设施和水力发电计划。截至2022财政年，Tenaga 的总发电量为每小时105000 GW， 其中的88000 GW 是来自煤炭和天然气，9100 GW 来自可再生能源。Tenaga 的电网部门就是管理和运营输电网络，配电网络部门负责规划、建设、运营、维修和维护，以及管理马来西亚半岛配电网络的资产。至于其零售部门，则专注于在所有客户渠道中提供以客户为中心的体验。截至2022财政年，Tenaga 为马来西亚半岛、沙巴和拉布安大约1060万客户提供电力。除了马来西亚本土，Tenaga 也是亚洲领先的马来西亚公用事业公司，在英国、科威特、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印度设有国际办事处。目前，Tenaga 在大马交易所的所有板块当中排名第5，拥有着大约520亿令吉的市值。第二点，要说起 Tenaga 的由来，我们就需要回到100多年前的19世纪末，当时整个马来亚半岛都还没有电力的出现。在1894年，2名商人 Lokyul 和 Tambu Sami Pillai 为了在雪兰莪州的 Rawang 开采细矿而安装了一台发电机，使他们成为了第一个在马来亚使用电泵进行采矿的人，也标志着马来西亚电力历史的伟大开端。同年，用于街道照明目的的私人供电扩展到了 Rawang 的小镇。1年后的1895年，吉隆坡的火车站首次获得电力供应。1900年，位于彭亨州 Raub 的Sempam 水力发电站成为了马来西亚第一座发电站。随后的20多年间，很多发电厂开始陆续建成，不过大多数的发电厂都是小型的，使用各种燃料，包括劣质煤、木材、木炭和进口石油以及水力等等。随着用电需求的快速增长，Lembaga Elektrik Pusat 于1949年9月1日成立和开始运作，并接手了 Connaught Bridge Power Station、Cameron Highlands Hydroelectric Project 和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Grid 这3个主要项目，最终成为了34座发电量为39.88兆瓦的发电站的拥有者。至于我们要说的 Tenaga， 暂时是还没有诞生的。第3点，Tenaga 的诞生主要归功于前首相敦马哈迪。1965年6月22日 ，Lembaga Elektrik Pusat 更名为 Lembaga Elektrik Negara， 开始全面启动连接马来西亚发电、输电、配电和用电的主要输电网络，同时由马来西亚人担任首席执行官。到了1980年代，输电网络基本上完成了，可以为整个半岛供电。输电线路展延超过6300公里，装机容量达到1379.2兆瓦，大大超出了峰值需求。由于 Lembaga Elektrik Negara 积极的推动扩张全马输电网络的计划，导致到期贷款也变得更重。来自国外和政府的贷款很快就达到了大约10亿令吉，同时内部借款又增加了10亿令吉，造成了政府需要承担巨大的财政负担。而当时的1980年代正在流行着由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前总统里根所带领的私营化浪潮，敦马哈迪便有样学样，也跟着进行起私营化政策，并在1990年成立了 Tenaga Nasional Berhad， 以取代 Lembaga Elektrik Negara。Tenaga 也就成为了政府全资拥有的私人公司。第4点，独立发电厂是 Tenaga 的累赘，不过其盈利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1992年9月29日，马来西亚进入了最黑暗的一天。这是因为在登嘉楼州的巴嘎和德洛卡隆的发电厂被闪电击中，导致全国发生大停电，全民都需要摸黑过夜。也正是因为这一事件的发生，前首相顿马哈迪认为是德纳戈的失职，决定把部分发电的业务交给私人公司来生产。德纳戈因此被迫将位于登嘉楼州巴嘎以及柔佛州发现孤档的2块地皮出售给第三方来兴建独立发电厂。第一家独立发电厂合约就是由杨宗理机构的全资子公司 YTL Power Generation Sdn Bhd 获得，曾在1990年至1996年掌管德纳戈的前主席Tan Sri Anip Arup 因为拒绝签署充满不平等条款的独立发电厂计划，结果被下令辞职，在当年掀起了一时的轰动。此后，其他独立发电厂也先后出现，包括 PowerTech、跟丁三烟 Power、Sagari Energy Ventures、Malakoff 等。而坐拥这些独立发电厂的商业大亨，就包括 Ananda Krishnan、林梧桐家族和 Syed Mokhtar， 都是跟前首相顿马哈迪关系密切的商人。而德纳戈也因为这种不平等的条款，多年来都公开表示独立发电厂是个昂贵的包袱，以至于德纳戈为了继续生存，必须不断的调高电供收费。所以就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德纳戈这么多年来仍然是保持着盈利状态的。当然，对于各个独立发电厂来说，也是大赚特赚的。就像一群牧羊人都获得了想要的羊毛，个个都开心得不得了。只不过羊毛出在羊身上，那谁会是那群羊呢？第5点，德纳戈是一间很喜欢派股息的公司。从有迹可循的资料显示，公司自1997年以来就一直派发股息，至今时今日，已经至少派了超过25年的股息。我根据近10年来的年报做了一个统计，德纳戈的派息率大约维持在50%左右，符合公司规定的30%至60%的派息率。这是公司在2017财政年修订的新股息政策，而股息率大约就维持在4%到5%左右，比起放在定期存款似乎高出了不少。只不过比起喜欢派股息，德纳戈好像并不太喜欢企业活动。上市了30多年，就只做过2次企业活动，06年和11年的免费红股活动。尽管如此，德纳戈仍然算是一间有着不错福利的公司。或许对于一些常年将资金放在定期存款的用户来说，德纳戈会是另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第6点，德纳戈的股价以长期来看是属于横向走势的。翻开德纳戈的历史价格图表，可以看到在1992年的价格位于8令吉附近，30年后的2023年则进步了1令吉，来到了9令吉附近。对于那些在30年前就买了德纳戈股票的投资者，并且持有到今时今日的，如果单单是期待股价上涨的话，应该就期待了个寂寞吧。不过如果加上股息股利来一起看的话，就会很不一样了。可以看到股价在股息股利的影响下，其价位已经被调整了一大截，感觉上还是不错的。虽然说德纳戈长期是属于横向走势的，其实在短期也有过暴起暴落的时候，比如说在93年就有过在短短半年间暴涨180%的经历，也有过在97年时只用了1年多的时间就暴跌80%以上的经历。这也是德纳戈自上市以来唯一一次录得了净亏损的1年。话说回来，德纳戈近期的股价好像开始上涨了，看来电费很快就会起价了。第7点，德纳戈有着非常庞大的债务。根据公司2022财政年的数据，其总贷款一共高达638亿8220万令吉，而手中握着的流动现金只有大约48亿9340万令吉。就算加上投资在单位信托和贷款给学生的金融资产，也不过是130亿令吉而已，代表着公司目前有超过500亿令吉的贷款债务。其实公司有这么庞大的贷款，也不是一朝一日的事了。我根据公司历年来的年报做了一个统计，
公司的贷款量从2004年之后是有连续7年是在减少的，在2011年甚至是少过200亿令吉的贷款。只不过从2011年开始，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增加贷款了，尤其是在2016年开始就更为明显。才短短7年时间，德纳戈的贷款量已经从200多亿令吉飙升至超过600亿令吉。这也就只是贷款而已。假如再加上租赁负债的话，德纳戈在2022财政年的债务更是超过了970亿令吉，突破1000亿令吉债务的关卡也就非常接近了。不仅如此，德纳戈的 debt to cash ratio 和 debt to equity ratio 也超标到不行。如果不是因为德纳戈是间垄断型公司，而且有政府在背后当靠山，想必以现在的状况来看，已经是相当危险了。第8点，德纳戈在2022财政年的应收账款、按金和预付款项竟然比去年高出了1倍以上。深入了解后可以发现，其实贸易应收账款并没有多大的变动，主要的变动是在其他应收账款这一部分，而这里就包括了政府需要承担的在 ICPT 机制中所拖欠的168亿令吉左右的应收账款。ICPT 是一种成本转嫁机制，可以让公司将燃料和其他特定发电成本的波动转嫁给客户，从而使公司保持财务中立。而这些成本的任何多出或不足的回收，都将支付给政府或由政府偿还。那话说回来，各位有注意到贸易应收账款的减值损失吗？竟然高达30亿令吉，这可是占了贸易应收账款的43%之多。我们翻去信贷风险的页面可以看到，在总共69亿令吉左右的贸易应收账款当中，只有16亿令吉左右，或者23.6%是没有任何逾期的，而逾期超过1年以上的，竟然有高达大约29亿令吉，或者42.2%，其中的减值损失更是高达76%之多，真的是非常的夸张。有着这么高的减值损失，感觉上公司的收账能力好像有点问题了。话说那些客户是怎么拖欠超过1年以上的电费的呢？是不会被断电的吗？我是有点不明白的。第9点，德纳戈是一间大部分马来西亚民众都有份投资的上市公司。从2022财政年的年报中可以看到，德纳戈的主要大股东一共有4名 ：Khazanah、EPF、Amanah Shaham 和 KWAP， 加起来总共持有这59% 的股权。如果再加上达蹦哈基的0.83% 的股权，政府的关联投资公司就占了接近60% 的股权。撇开卡莎纳这间隶属财政部的关联投资公司不谈，其他的4间关联投资公司的资金大多都来自于平民老百姓，每年都需要派发股息给各大民众。我们大家也就在无意间间接的持有着德纳戈的股权。所以如果平时在缴付电费觉得很贵时，不妨就想象一下，我们缴付的电费会变成股息给关联投资公司，而关联投资公司又会派股息给我们，相等于我们自己给自己钱。这样想的话，或许就会感觉好一点了。第10点，德纳戈2022财政年第4季度的业绩是不太理想的，营业额达到129亿1510万令吉，跟去年同期相比是稍微提升了3% 左右，净盈利则录得了8亿0910万令吉，比去年同期下滑了大约7.8%。这季度获得比较高的营业额，主要是因为电力销售增加了，只不过由于较高的发电成本、财务成本和税收费用，导致这季度的净盈利比去年同期来的逊色。公司也在季报中提及到，尽管通货膨胀加剧、成本上升和燃料价格高企，公司仍然在马来西亚整体经济增长中获得了强劲的表现。公司预计在2023年将会有合理的表现，并将继续对未来的挑战保持谨慎，包括高油价和通货膨胀，同时继续在其运营和财务需求方面采取审慎措施，以确保其财务方面保持弹性。各位观众，你们对于德纳戈又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以上就是关于德纳戈你应该要知道的10件事。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了解我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组合，也欢迎加入豪门少爷帮成为会员。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